无聊得很，蔡史成随时可以回去。关心也是一样追踪星辰踪迹，有时候几个月才会移动毫厘。原来蔡史成才是行家。不过这胡达既然着急出宫办差事，为何不慌不忙地吃起酒来了？不对，作战的人呢？我没看见。酒楼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不对，那一家。这边。蔡史成知道往哪儿走。那架马车比寻常的宽出不少，能走的街巷有限。我们现在位于方中的东北隅，马车能去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尽管马车速度再快，但我们走小路，即便以我们现在的步速，也一定能够在延乐巷口拦住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蔡史成走条更快的路。来，县主，请先行。忘了蔡史成不会功夫了。换车班，进马营。县主，卖鸡啦！大公鸡啊！卖鸡！哇，这谁泼的泔水啊？给我出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泼的？这泔水从你店里面泼出来，不是你是谁？你看我这一身，你赔钱！也自己不长眼，还有理了？你个没良心的！谁没良心？谁没良心？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滚滚滚，臭死了！啊！我告诉你赔我钱啊！你。老君，吵什么呢？他不赔钱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，行，老君，滚回去！快走！救我！救我！来人呐！来！救我！让开！让开！别动！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！卖鸡啦！哪个扫人心的泼的泔水啊？看到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是谁？谁没良心？谁没良心？吵吵嚷嚷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我这个怎么算？别管！对啊！这。你去了哪里？有人要杀你，你不想知道是谁？想我死的人那么多，谁知道是那个不想还钱的钱掌柜？你在宫中凤带，哪儿来的钱？杀你的不是你得罪的人，就是你仰仗之人。你现在只是个背负着杀死韩笑罪名的替死鬼。我没，
车夫的脑袋被砸中，当时就死了。我听围观的群众说，胡达是被蝙蝠咬死的。他不是被咬死的，是被蝙蝠毒死的。县主，这是旁边几道的。蝙蝠怎么会在白日平白无故的攻击人呢？胡达身上有玲珑草的味道，所以引得蝙蝠狂性大发。玲珑草，是他房内的熏香。不，他衣服上沾了玲珑草的粉末，是有人趁乱撒上去的。但这么多蝙蝠能藏在哪儿呢？是被切断的。有意思，从那盆泼出去的水开始，胡达就入局了。太史丞去追的是不是一个身穿黑袍、头戴兜帽的大个子？就是他。那人有些驼背，足印前深后浅，应是常年拉重物所形成的习惯。方才县主去救胡达时，还同他擦肩而过了。艾草，那人身上有艾草的味道，勾陷胡达的就是他。可惜没能追上，是我不自量力了。太史丞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可是只凭一瞥就锁定了凶手，他对这一片应该非常熟悉，所以才能这么快脱身。将胡达尸体带回内业局，凶手定是宫中之人，跑不了。是。县主可曾见过这样的标记？我在那人的板车上见到的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见过？是进房，宫中进房的板车、木桶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进角宫常年拉板车，足印前深后浅，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而且清角宫多用熏艾来驱除味道，太史丞果然厉害。县主，冒犯了。有线索了，跟我去抓人。县主，你怎么众目睽睽之下和太史丞牵手啊？太史丞掐指神算，这不就把凶手的方位找到？掐指神算是掐别人的手吗？县主。清角宫中有没有一个平日里独来独往，衣服从头遮到脚，喜欢戴着兜帽的人？回县主，定是楼绰无疑。他人呢？这会儿应是出宫去送黄金土了，就在城东郊外。要不要？大叔，可认得一个叫楼绰的人啊？不认得，干这行的不问姓名。他是宫里的内侍。来卖货的10个有9个都说自己是宫里的内侍，就为了多卖几文钱。但咱可不傻，看货定价。就是。干活了。我们话还没问完呢。这位是真正的贵客，可不敢怠慢。他卖的全是纯正的宫里货，那都是上好的肥料黄金土。过去看看。好。楼绰，楼绰，老大，玲珑草。别让他跑了！跟我回去。
自己这么狠。老大！也跑不掉了。县主，把人押去哪儿？内业局的牢房满了，劳驾顾司职把人押回大理寺吧。县主，你是要把案子让给大理寺啊？借用一下大理寺的大牢而已。哦。县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般真的可以吗？这样他一不能自杀，二不能逃跑，我们香喷喷的不用受罪，不好吗？县主开恩，让你在热水里舒舒服服的泡着，还不赶紧交代？哎，你那今日由我来审判。太史承启。胡达在后宫放贷借钱，又贪财好色，对他有怨气的大有人在。你杀胡达是因为欠钱还不上，不是因为钱，那是因为女人。你恨那个女人，不，你爱那个女人。你因为爱她，所以对她恨之入骨。可你身份低贱，又脏又臭，她看你就像看苍蝇老鼠一样避之不及。你越是想接近她，她就离你越远。不过都是在宫里伺候人的，谁比谁高贵，谁又比谁低贱呢？一个女人而已，该杀。胡达长得比你英俊，有钱又大方，你喜欢的女人喜欢他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他。你恨他，所以你杀了他。杀。太史承，你何时学会了审讯啊？并不会，只是模仿皮毛。只可惜，胡达没死。你真是没用，得不到喜欢的女人，也杀不死嫉恨的男人。胡达好好的活着，还会有很多漂亮女人喜欢他。可是你呢？你喜欢的女人死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只要说清楚怎么杀死韩晓，我就给你一条生路。让你杀了胡达再死，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会给你一条生路，但是是一条生不如死的路。你自己选吧。好，我说，算我说了，你敢如实上报？这世上我不敢的事可不多，你可以试试。这是什么？烙印，跟韩笑耳后烙印一样。老鬼头，你查出来没有？到底什么毒啊？嘘，这是我自酿的葡萄酒，小兄弟啊，你一定懂这细腻的美。我给这酒起名叫琥珀光，你看，这色泽，再闻闻这香气。李四伯好手艺。
这是我从波斯人手里买的最好的葡萄，只酿这么一小桶。来，开坛第一杯，你来尝。还不说是吧？请。哎，你把酒桶放下，这酒很珍贵的。说不说？你放下我就说。咋？哎，说，我说，真毒无头。凶手应该恨意很大，但也没什么经验，把能想到的最毒的药全都放进去了。应该还有一种植物，但具体是什么，没验出来。什么时候能验出来？验不出来。这草药和蛇毒一样，千百种，除非下毒的人自己说出来，否则很难。真的？真的。嗨，我都说出来了，把酒给我吧。老鬼头，越老越磨叽。我看你是在家太闲了。哼，我闲，我现在治世了，最该做的事儿就2字儿：休息。来，咱俩干一干。有个人中毒了，现在可能还没死，救不了，这毒凶得很，神仙来了也没办法。来。果然呀，这太医署的人也说肯定救不了了。是，医生们看过了，都说救不活了。他们算什么呀？他们治病行，解毒还得我。这人的命啊，应该还能调一调，只要在临死前找到最后那味毒药，拿到解药，再加上我的方子，哎。老鬼头，不愧是你。内斯伯，见多识广。这才哪到哪呢？你们等着，我给你们俩拿件好东西。这是画是按照尸体骨相大致画的，尸体肿胀确实厉害，只能画到神似了。除了碧柔，其他6个女孩都在。顾兄这几日跑遍了这些女孩的老家，都是没有见到她们回去。除了这6个女孩，被杀的多半是血红楼曾经的主顾。凶手为何要把他们所有人都杀了？小兄，你之前说见过碧柔，在哪？这把软弦像是从未用过。大概是吧。娘子的衣服和用物在丧礼之后都烧了，这些东西是她生前喜爱的宝贵之物。娘子双亲已经离世，据说有个表亲在湖州做生意，还没来到西京，所以这些遗物都还留在宫里。王才女是什么时候册封的？我怎么没有印象？小半年之前。半年前，宁远公主刚薨逝不久，贤主无心顾及其他。娘子生前可有身孕？没有。这是娘子最宝贝的妆奁，每次打开都不让我们在身边，里面的东西能摆弄好久，又哭又笑的。如此严丝合缝，一是利用了榫卯机关，只是不知规律，若莽撞用力，怕是会将这妆奁毁掉。我是谁？小兄看出技巧了。这些看似花蕊的圆片连接在一起，组成了异绣。只是有几个新的位置不对，按照规律将其归位，幕后就能打开了。不愧是太史丞。这些就是王才女的宝贝。你猜呀？猜什么？那还要我讲？怎么是你呀？怎么，又梦到先前那位凤玉娘子了？不许胡说！平白无故的玷污别人的境遇，
哦，这就舍不得了。我已经治世了啊，别来烦我。这次不让你试毒，帮我查查这些都是什么东西。行，放这儿吧，赶紧走吧。我什么时候能喝到你的喜酒啊？你呀，这辈子也别想了。你还不走啊你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把春梦，把它做回来。唉。某人把市面上能找来的类似的丝线都找来了，不过具体是哪一根，还得劳烦萧兄陪我试一下。是这个。手感一样，光泽都一样，应该没错。就是它。痕迹也一样。你们是在看手相吗？给我也看看呗。找到那根线了。看手相还能看出这个？丝产线。这个我有印象。之所以叫丝缠线，是因为它以丝绕丝而成立性极佳，用在琵琶、阮弦这类乐器上做弦。不过民间多用长弦，只有富户或者宫里的教坊司才会用这种丝缠线。王才女先前就在宫中的教坊司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妻了。你放心，我董某此生绝不负你。怎么是你？这个月赚的这点小钱，我连首饰都买不起。四娘，你花容月貌的要这些东西多俗气啊！我就是一个俗气的人。
我公孙四娘有今日，还不都是因为你白吃白喝白住害的？哎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今天樊射成这样是自己经营不善，这个锅我可不背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哦！你们说啊，人家董承一郎的儿子就能考上状元，而且昨天还迎娶了长安城最有名的大美人张家姑娘。我们呢，却要在这里算计着挣了几个钱呢，亏了几个钱呢，在这儿发愁。说白了，还是出身不一样啊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头呢？三炮啊，你们家少卿不管你啊！你说你不干活，在我这儿偷懒儿，怪不得没有出头之日，娶不着媳妇儿。四娘，这你就不懂。我们大理寺是靠世道吃饭，世道不安定有案子，我们就有钱赚；世道要安定了，我们就得去喝西北风。哟，饭来了呀，饭到了啊！不，老大，西城出了命案，你们俩赶紧跟我走。我去不了，四娘刚刚还骂我吃白饭呢。三炮，赶紧把双燕叫上。好。现在世道安定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没钱给了呗？我娘给我留的，等我有钱我。给我带上。这可是李少卿他娘让他交给新娘子的。哎，办案顺利哦！谢谢李少卿。这下手可真够狠的，脖子都差点给拧断。你就是新郎，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今天早上，我回房之后发现的。今天早上回房？那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昨日宴请司礼。不免多喝了几杯，不胜酒力，就在前厅睡着了。今早醒来，本想跟小倩赔罪，没想到她竟然……谁能证明你昨晚没回房？这父母早早睡下了，我送走宾客回到前厅，就睡着了。那就是说，没人能证明你昨天晚上没回房间。你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了，血口喷人啊你！我怎么可能杀死小倩？我与她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，怎么可能杀了她？我早就说过不要去招惹张家，你看看现在啊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张家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张家？哪个张家？官人呐，这个张家是长安城有名的绸缎庄，经营着大大小小10几个绸缎庄。小犬和张家姑娘自幼相识，青梅竹马，奈何张家夫人嫌我们家穷，拿不出像样的聘礼，两人的婚事也只得作罢。可是1个月前，小倩突然兴奋地告诉我，她得到了贵人相助，可以嫁给我了。贵人？你可知道贵人是谁？他说，此人身份特殊，不能透露。不对呀，这张家姑娘不是嫁给程一郎董大人家的儿子了吗？你是说昨天成亲的那个状元郎？对呀，没听说董家娶错人了呀。而且张家姑娘的母亲和兄长昨天也参加宴席了。这就怪了，
如果张家姑娘嫁到了这儿，那么董家公子娶的又是谁啊？陈生，你可知道嫁去董府的是谁？你就没想过，小倩如果没有嫁到董府，董府和张家都不会放过你们吗？我和小倩商定好，在父母面前成完亲后，我们就去南方做小生意，更名改姓，不再回长安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知道的全部事实，就是1个月前张家姑娘被一个身份特殊的人帮助，想出了一个可以让她嫁给你的方法。是，但却在成亲这一夜被人杀死了。那清晨你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可发现有其他异常？这张家姑娘平日可有什么仇人？没有。那你能不能想到有什么人会对张姑娘不利吗？来人，把她带回大理寺收押。官人呐，官人饶命啊！官人，小儿冤枉啊！老人，您放心，只是审问，不是定罪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。老人家，还劳烦您，这屋里的东西先别动，也许我们还有用。尸体呢？来晚了你。要我管？怎么了？怪不得张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们，这家也够穷的，连门上的破对联都舍不得换。我说，咱们不去查案，跑这儿来干嘛呀？你傻呀！既然张家姑娘已经死了，那嫁进董府的是谁呢？嫁进董府的是谁呢？董公子这么年轻就考取了状元，前途锦绣，长安城里多少女子都想嫁给他。啊，我懂了。哎，这样张家姑娘死了，对不对？取而代之的，就以后可以过上好日子呗。对吧？哎呀，可这都是咱们猜测的呀。人董家凭什么交出新娘子啊？这就要看咱们李少卿有多大面子了。哎哎哎！书生陈某一家作证，死者确系张家姑娘，案情诡谲，特来叨扰。既然李少卿质疑我家媳妇儿的身份，本官已派人让犬子带媳妇儿过来请安，让少卿一辨真假。办案需要，失礼了。父亲，果然是个大美人呢。长山公主，公主？哪儿来的公主？
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真的是公主？你说什么？公主？可不是嘛！要不是我老大发现，那董家还以为娶的是张家姑娘呢。所以说，这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真是害死人呢。成亲前两方连面都没见过，成亲后连娶错了媳妇儿都不知道。这公主如果想结婚的话，直接去求陛下赐婚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非要偷摸顶着张家姑娘的名儿去嫁人呢？这就得问李治了。他人呢？陪着董家父子进宫请罪去了。验完了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夜的酉时到戌时之间。张家姑娘确实是被勒死的，而且反抗得很激烈，感觉手指甲都已经抠进凶犯的手里面了。哎呀，染得那么好看的指甲，真替她可惜啊！哎，我一直不懂你们女孩为什么非要染指甲呢？自自然然多好看。你懂什么？那张姑娘的指甲染的是少见的嫩粉色，听说只有宫里才能培育出那么粉嫩的凤仙花。这张姑娘又不是宫里的女人，她为何会有宫中的粉色凤仙花呢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公主给她的。哟，回来啦！陛下有没有封你的宫啊？没治罪就不错了。你没问问陛下，公主为什么要顶着别人的名字嫁人呢？陛下本来有让公主去西域和亲的打算，但公主不从，陛下也就迟迟未下定论。公主应该是害怕夜长梦多，索性先下手为强，嫁给一个朝中的青年才俊。这个办法未必稳妥。如果陛下真要让她和亲，大可下旨让她改嫁。所以他才想要顶替张姑娘之名嫁进董府。要不是被李治发现的话，她现在还在董府做夫人呢。萨摩，有件事需要你帮我查一下。陛下为了安抚朝堂，就大度地赏了董府，算是补了公主的嫁妆。但是他也怀疑是公主杀人，对不对？除了新郎之外，最有嫌疑的就是公主了。但碍于皇家颜面，这事儿还得悄悄调查。如果真的查出来公主是凶手，那陛下打算怎么处置啊？其他我们管不了，我们只管查案。我们只管收钱。我打听过了，张家喜娘说她亲眼见到张家姑娘上了轿子，而且也没有绕道，直接送进了董府。那就是说，在董府拜堂成亲的，是真的张家姑娘。那跟陈生拜堂的就是公主了。陈生家把新娘送入洞房的时间是酉时，董府是戌时，这么算来，公主就有了1个时辰的时间从陈生家跑出来，赶到董府，埋伏在董府的洞房里。这样张家姑娘只要一进门，就立刻把她掐死。把人杀死之后，只要再把张家姑娘的尸身送回去就可以了。董公子回洞房的时间是子时，这么算来，这中间的时间足够他1个来回了。这公主折腾这么一晚上，你们想想啊，这公主这么娇弱的身板，这一晚上这么折腾，不太现实吧？李家人是靠娇弱取得天下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公主杀人的证据。我记得双爷说过，张家姑娘死的时候好一顿挣扎，连指甲都劈了。如果凶手真是公主的话，在公主身上一定会留下什么伤痕。那谁能看到这公主身上有没有疤呢？
公主最近一切可好？公主一切安好，还请李少卿放心。张家姑娘被杀之事，你们告诉公主了吗？啊，怕公主担心，不曾告知。少卿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公主的手臂或者别的地方有什么疤痕或是伤？请少卿说话掌握分寸，莫失了规矩。是我鲁莽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恐不便久留。那晚和你拜堂之人，你觉得她是公主吗？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，那晚与我拜堂之人，的确是公主。那日拜堂之时，我曾瞥见新娘左耳后有一颗黑痣。我明白了，失礼，告辞。女儿，你死得好冤呐！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啊！哎呀，这有钱人家的公子还真讲究啊！你说这空隙里有什么呀？还这么挡着？你懂什么呀？多少人一到春天就容易花粉不服，人家这是保护自己。那也太娇气了吧！是啊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身体壮得像个野驴？真不经夸。老大快出来了。哎，子苏，你终于来了。先帮我画张图，图中要标明张家、陈生家、董家，还有皇宫。好了，我想过了，本来要娶书生陈生家的公主，最后却被抬到了董家；而本来要去董家的张家姑娘，最后却去了陈生家。也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公主跟张家姑娘在中途被人调了包。我明白了，应该是两人在中途互换了喜轿，才使得张家姑娘到了书生陈生家，而公主到了董府。没错。而这两个人能够碰头的地方，只有这里。如果我们推测没错的话，这里就是他们调包的地方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他们俩调包的方法。老大，老大，哎，我问过那个轿夫了，那天张家姑娘就在这儿，对，就在这儿，真的出了点意外。怎么回事啊？也不怕摔了新娘子？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得了得了，咱们快走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时两家的轿子紧紧挨在了一起？那轿夫是这么说的：当时两边的迎亲队伍走得快，撞得急，而且两边都没站住，轿子落地的时候紧挨着。那轿夫还说，这两个轿子长得十分相像，要不是喜娘跟着的话，那个张家姑娘真不知道在哪个轿子。两个轿子长得一样，难道是公主故意制造事故，好让两方迎亲队认错轿子？
再将他们带出目的地。不可能，有喜娘跟着，就算轿夫不认得的话，喜娘也认得。公主好不容易从宫里逃出来，哪会用这么不靠谱的方法？我觉得人互换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是说，这2个新娘从轿子上下来，再换到对方的轿子上，会被多少人看见？哎，你干嘛去？去看看成亲那天的轿子。走。三炮，你说当时那2家的轿子是紧靠在一起，是前后靠呢，还是左右靠？左右靠。哎，你俩愣着干嘛？抬我呀？啊？什么？赶紧的！开什么玩笑？你以后少吃点行不行？你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这轿子底下有个翻板，上面有布蒙着，确实不易被发现。得了，李少卿，去跟陛下复命吧。公主不是杀死张家姑娘的凶手。此话怎讲？轿子底部有翻板，可进也可出。2支迎亲队撞到一起是提前算好的。张家姑娘和公主趁机从轿子里的翻板上跳下，换到对方的轿子中。李少卿，你们果然在这里。董公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公主得知你们上门造访，就追着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就将张家姑娘被杀的事告诉了她。她说你们一定会来这里，所以让我来找你们。公主找我们有什么事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还请各位移步府上，让公主亲自跟大家说吧。请。陛下一定派你暗中调查我了吧？其实你无需替他隐瞒。一个用自己亲妹妹的终身幸福换取不动兵戈的人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张家姑娘被人杀死，我虽不是凶手，却也难辞其咎。如果当初不是我找到她，要替她嫁入董府，她也不会有如此下场。可是能嫁给陈生，张家姑娘应该还是很高兴的吧？从陛下暗示我要去和亲，我就开始暗中派人打听长安城中近日要娶亲的青年才俊。在得知张家姑娘正为无法嫁给一个姓陈的穷书生而苦恼时，我便召她进了宫。我替你嫁进董府，让你和陈生更名改姓，远走高飞。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准备了一些金银首饰，就当是给你陪嫁吧。多谢公主。陪嫁？您给了多少？三木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钱？哎，不是我财迷啊，而是那陈家一点也看不出有钱的样子。或许是张姑娘想在成亲之后再把钱拿给他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应该在张家姑娘嫁过去的时候，这些金银首饰就随她一起带过去了。可是我们去查看现场的时候，别说金银首饰了，就算是一个多余的铜钱，我看也拿不出吧。那这金银首饰又去哪儿了呢？公子，不好了，张家的母子俩又来闹上了。让他们在偏厅等着。是。他们来闹什么？还不是说我们害死了他女儿，让我们赔钱。你们一个公主，一个状元郎，还差那点钱不成啊？不是我们不赔钱，这张家就像个无底洞一样，今天给了，明天还要，3天一小闹，5天一大闹。
只要杀人凶手不找出来，我们是不可能安生的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家当会被他们掏空的。可是这张家不是经营着很多家绸缎庄吗？按理说他们家家底儿不比你们薄啊，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钱，很奇怪啊。三胖，你去打听一下，这张家到底缺不缺钱？啊，之前打探过了，这张家的绸缎庄啊，虽然生意很好，但是耐不住有个病殃殃的张公子是个败家子儿。这张公子嗜赌如命，现在这个绸缎庄还在赌场压着呢，绸缎庄的收益直接入赌场的账，抵他的赌债。所以他们才要趁机讹你们。我说呢，当初父亲给了张家一大笔聘礼，想必也拿去还了赌债。这个张家的公子是个赌徒？对啊，我刚才说的很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傻？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记住，把张家母子拖住。大娘，这副对联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？去年挂的，不过成亲那日，生儿为了显得新些，还在上面重新描了一遍字呢。果然如此。董公子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们等这么久，一个字儿都没拿出来。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今天要不拿出钱来，我们孤儿寡母啊是不会走的。张夫人，恐怕你从今往后都不能再从董府拿到1分钱了。哼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知道是什么人杀死了您的女儿。什么？是谁？谁杀了我女儿？你快告诉我！这个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您抵押了全部绸缎庄，把女儿嫁出去谋取高额聘礼，还上了他全部赌债的张公子，您的亲儿子。你胡说什么？子熙怎么可能杀他妹妹呢？是啊，什么人才会丧心病狂地杀死自己的亲妹妹呢？或许是发现妹妹私藏了另外一大笔钱，所以才动了邪念，起了杀心呢。儿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别由着他往你身上泼脏水啊！说我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第一次到陈家的时候就觉得奇怪，好歹是娶亲啊，就算再穷，没钱换一副新的对联，那应该把上面的字翻翻新。可你猜怎么着？陈家的对联不但没有翻新，就连上面的字都剥落了。为什么？你说这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猜，那副对联上剥落的是什么字？陈家大门我就没进去过，怎么可能知道？少的字是书，弱冠弄柔汉，着落观群书的书。我问过陈家父母，陈生在成亲当日重新翻新了对联，那个字根本不可能剥落。那又是谁把这个字揭掉了呢？谁那么无聊，要去揭一个对联的字？是啊，谁呢？我猜会不会是书和书同音？有的人大概见不得书，那又是什么人最怕书呢？赌徒最怕输喽。没错。你说的这些都只是推断。要证据啊？当然有。我听说张公子最怕接触到花粉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到了春天就会穿得严严实实。按理说，您的身上近日应该不太可能有外伤。
张姑娘死的那晚，曾经对着掐死她的凶手拼命挣扎过。可否请您露出手臂？如果没有伤疤的话，我立刻向您赔罪。就算我手上有伤又怎么样？难道我就不能是因为别的事而受的伤吗？这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证据。哎，你放开我！得罪了你，这是我喝茶时不小心打翻杯子，烫伤而已。张公子真爱说笑。这明显是花粉引起的邪热侵袭化脓之后的伤疤，而你最近一次亲密接触到花粉，就是张姑娘染了凤仙花的指甲。我去赌场打听过了，您在张姑娘成亲那日刚还了一笔赌债，而那天绸缎庄既无记账，你也尚未从董府讨到张姑娘的丧葬费。那么那笔钱哪儿来的？这根本就不能怪我，都怪他自己，一心只想跟着那个窝囊废远走高飞。他有没有想过我啊？我是他的亲哥哥，他连我的死活都不顾了。子期。我早就发现他情绪异常，所以我这2天一直跟着他。我跟着他。子熙，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！亲妹妹，不顾她的幸福，也不顾她的感受，把她当物件卖出去。你又什么时候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？三炮，竟然有人为了区区小财，残害自己的手足。又在偷懒呢？吓死我了！我刚做梦吃烧鸡呢。又想躲着不干活啊？我说四娘，我刚眯一会儿就被你骂，我都不想干了，怎么了？啊，给你干活你又发不出工钱来，我何必苦着自己？翅膀硬了啊！那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儿待1天，我就得用你1天。有种你走啊！想走那天自然会走的。怂了是吧？少给我在这儿装蒜！地擦了，碗洗了。地擦了，碗洗了，擦地洗碗，还不如要饭去呢我。
听说东边新开了个赌坊，哟，是吗？前天老王狠赚了一笔。行行好，省点吧。走，咱去看看，咱去这东西哪值这么多钱？要不这样，我拿2个，不错。哎，抢钱了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